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观察站。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两个主要内容。首先是有一些迹象显示出美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疫情的泥潭，然后我们用数据来看一看美股的投资者在过去的这1个多月都在做些什么。第二呢，我们来聊一聊乘联会今天刚刚公布的中国市场电动车的一个销量情况，我们主要看特斯拉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知道，造成美国通胀在疫情期间大幅上升，那除去美联储大力的开动印钞机以外，还有2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呢，是供应链的一个混乱，造成了原材料和物流价格的一个大幅的飙升。第二是人们因为疫情被困在家，无法出门工作，甚至到后期干脆是拿着政府的补贴躺平，不愿意出去工作。那这就造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供需的失衡。但是现在有迹象显示出，这些与疫情相关的问题都已经大幅的缓解。我们首先来看供应链这边，这个图是纽约联储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它是一个有效的衡量指标。那这个指标从2022年开始就一路的下滑，在进入2023年以后更是加速的下行。那在目前最新的它这个水平已经跌破了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这将有助于缓解通胀的压力。第二是在劳动力市场这边，这个是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它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月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已经进一步的上升到了62.6%，它是创下了2020年疫情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人们开始出门回来工作，那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就会逐渐的转向。疫情期间的这个工资的增幅是创下了1990年代以来的一个最快的速度。在进入2023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增速的转折开始出现，速度有明显的放缓。那这对于缓解通胀也是非常有利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过去的这1个多月美股的投资者都在做些什么。首先就是看三大指数这边，在进入2023年以后，可以看到纳斯达克的指数的表现是非常的好，它目前已经涨了接近20%，标普还不错，涨了8%左右，而最差的这个道琼斯指数呢还趴在地上，基本上没有动。那说明很多投资者已经回归到2020年以前的那种投资策略，就是说他们开始重拾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债券以及科技股，他们押注这个未来利率将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过去10年统治美国股市的这个霸主，也就是科技股，将继续占据这个主导地位。但是同时大家要注意，根据另一份专业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到，目前美股的投资者还是比较的小心翼翼，对未来的这个信息还是明显不足的。那我们从3个角度来看，首先是大宗商品这边，黄金是投资者在预期波动加剧的时候通常会转向的一个资产。那在过去的这1个多月，黄金的表现已经明显的是高于铜的一个回报表现，而铜通常是投资者在预期经济活动增长的时候它是会上涨的。第二呢，我们来从板块的角度来看，通常作为防御性板块的这个公共事业板块，在过去这1个多月的时间，它的回报明显是要高于运输类的股票，而后者通常是投资者在认为未来的几个季度经济转好的情况下，它的表现比较好。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对于航空公司、铁路、卡车运输的这个需求应该是会增加的。第三，我们从股票市值的结构来看啊，最近的这1个多月，标普500的这个回报表现明显是要优于代表着中小盘股的罗素2000，而通常情况下，当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比较差的情况下，会优先的去向权重股或者是大盘股去转移。所以虽然纳指和标普在今年第1季度的表现是比较的亮眼，但实际上因为目前像纳指和标普的权重越来越向头部仅有的几只股票集中，所以指数的良好表现其实只是少数的个别的几只股票的一个表现比较好罢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仅仅靠苹果、微软和英伟达这3只股票就推动了标普500在第1季度这个1半的回报。那我也认同科技的力量，但是标普目前这种像极个别的权重股票集中的这种趋势啊，我认为是不健康的。我也更加乐意在目前这个时期去布局一些不那么被关注的好股票。说完美国经济，我们再来聊一聊特斯拉这边。乘联会今天是公布了3月份中国市场电动车销量的批发和零售销量的一个数据。我们重点来看一看特斯拉这边。3月份特斯拉的上海工厂这边总共是出厂了接近89000辆车。那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是，这个月它的国内零售销量的比重非常的高，占到了
接近77000辆，只出口了12000辆。那这就说明了它国内销量这边最近的这个增长势头还是比较猛的。比如说它同比增长了不到20%，也还 OK， 但是它环比增长势头很猛啊，接近是翻了倍还要多一点。那就说明它最近的这个降价策略是看到了回报，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按照3月份的销量来计算的话，特斯拉在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份额是达到了14%，在纯电电车的市场份额是占到了20%。不过从过去的这1年多来看，它的市场占有率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的趋势。另外，虽然说目前它车辆的销售表现还不错，它的股价确实是非常的颓，非常的弱势。那在上周的时候是公布了马斯克的这个亲弟弟叫做 Kimball Musk， 他是卖了10万股特斯拉的股票。那这哥们儿在过去2年的3次卖股基本上都是精准的逃顶。那这一次卖的量还是过去这4次最大的一次，不知道这一次他还能不能这么的准。那不管怎么说，180块的特斯拉，我之前的视频中跟大家做过一个估值的分析啊，在我的一个估值里面，它并不算贵啊，在我合理估值的一个上沿的位置。那我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啊，再跌一跌，我就准备再继续的去加仓。好，那本期视频呢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的收看收听。如果您对我视频的内容感兴趣，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更新视频的第一时间你就能够得到通知。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